首付9.9元买精装房。这不是段子，这是2025年1月广东中山楼市的真实写照。没错，就是9块9，连个肯德基全家桶都买不到。但在中国的楼市，这钱居然够付一套精装修住房的首付了。这大概就是中国房地产最魔幻的时刻了。记得10年前，中国房价还在坚如磐石，永远不会跌。那会儿炒房的都说房子不炒会后悔，炒了肯定能赚钱。可现在呢，广州黄埔的楼盘打2.7折大甩卖，一套一房一厅才19.8万。更吓人的是，连央企都扛不住了。就在这个月，华侨城集团的子公司成了第一家违约的央企地产商。号称永远不会倒的央企地产也开始轰然倒塌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太大不能倒，现在变成了太大也会倒。今天我就给大家扒一扒，中国房地产到底烂成啥样了？为什么会出现9.9元就能买房的奇葩现象？这背后又意味着什么？首先，咱们来看中山的这个神操作。当地房产中介说，这个首付9.9元买房的活动能一直搞到年底。要知道，这房子可不是啥毛坯房，是精装修的成品房，今年年底就能交付。那咱们来算算这笔账，89平的房子，总价69万，按30年贷款算，每月要还2944块。听起来好像还不错是吧？但是且慢，让我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分析。中山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工资也就3000出头，你每个月光房贷就要还2944，那这不就跟把自己卖给银行了一样吗？还完房贷就剩56块钱，够干啥的？打个车都不够。这不就是变相的房奴吗？更恐怖的是，我特意查了一下中山的房价走势。中山的房价从最高峰时期的3万多一平，现在硬生生跌到了1.3万。兄弟姐妹们，算算这跌幅，整整跌了57%啊！这是什么概念？当年 A 股暴跌50%，大家都喊股灾了，现在房价跌得比股灾还狠，这是不是该叫房市核爆了？但这还不算最惨的，广州的情况更是惨不忍睹。黄埔鱼珠港有个楼盘，原价2万一平的房子，现在5500就卖，跌幅多大？73%，这不是打折，这是在打骨折呀！一套一房一厅才卖19.8万。我给大家翻了翻2021年的广州房价数据，那会儿广州的房价可是在4万往上冲啊！3年时间，一套原本200万的房子，现在只值60万不到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好比你辛辛苦苦攒了140万，一觉醒来全没了。这不比被人偷了还难受？而且这种暴跌的趋势好像还在蔓延。不光广州这样，北京、福州、济南、厦门这些大城市，连国企都开始大规模甩卖房产了。这些可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啊！要是连1线城市的房价都扛不住了，那3、4线城市的房价是不是要跌到负数去？在这一轮断崖式下跌中，最吓人的是，连央企都开始爆雷了。就在这个月初，华侨城集团的子公司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记录，成为第一家违约的央企房地产子公司。这家公司叫华侨城实业，它的账面数据简直惨不忍睹，资产10.53亿，负债高达24.78亿，已经严重资不抵债。去年亏了1.3个亿，今年前3季度又亏了8000多万。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，他的大股东华侨城 A 的日子也不好过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在 A 股上市了15年的央企啊！2022年首次巨亏109亿，创下上市以来最大亏损。2023年继续亏损65亿，今年前3季度又亏了23.5亿。这哪是在经营企业啊，这简直是在刷新央企亏损记录。你说这事儿多讽刺啊！以前大家都说央企是太大不能倒，现在倒好，
变成了太大也会倒。这让那些还在观望的购房者怎么想？你让那些还在还房贷的业主怎么想？说完了住宅市场的惨状，咱们再看看商业地产。如果说住宅市场是跌跌不休，那写字楼市场简直就是自由落体了。最近仲量联行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第4季度，广州甲级写字楼的平均租金已经跌到了130元每平方米每月，同比下跌 7.5%。这个数字看起来可能不太直观，那我给大家算个明白账。2018年第3季度，广州甲级写字楼的租金是196元每平方米每月，那时候房东们赚得盆满钵满。可这才过了多久，租金就跌去了 34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好比一个写字楼业主，以前每月能收租 19.6 万，现在只能收13万，每个月就这么白白蒸发了 6.6 万。更要命的是空置率。截至2024年底，广州甲级写字楼的总存量达到831万平方米，空置率高达 21%。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是 20%， 现在广州已经越过这条红线了。换句话说，在那些光鲜亮丽的商务楼里，每5层就有1层是空着的。在珠江新城做写字楼租赁中介透露，自从2020年疫情以来，租户们为了省钱，纷纷开始缩减办公面积。现在租赁市场上，500平米以下的小面积成交占到了 37.79%， 这些都是企业在瘦身的明证。那香港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？毕竟是国际金融中心嘛。但数据显示，香港的写字楼市场同样惨淡。世邦魏理仕预测，2025年香港写字楼空置率将从目前的 17% 上升到 18.9%， 涉及超过1700万平方尺的面积，租金还要再跌 5% 到 10%。光说数字可能有点枯燥，我给大家打个比方，香港写字楼市场现在就像是一个不断漏水的桶。2024年第4季度的净吸纳量是负 19.15 万平方尺，意味着租出去的面积还不如退租的面积多。最讽刺的是，在香港各个区域中，最高端的中环地区是唯一一个全年净吸纳量为负的地方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连那些最优质的写字楼也在不断流失租户。大家可能记得，以前中环写字楼那可是寸土寸金，一个工位就要上万港币。现在呢，空置率节节攀升，租金年年下跌。这就好比曾经的豪门贵族也开始要靠打折促销来维持生计了。看完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，相信大家都想问一个问题：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白菜价满天飞，央企都在亏损的局面？说到底，问题的根源在于供需关系的严重失衡。大家想啊，以前房地产开发商在各地疯狂拿地、疯狂建房子的时候，可曾想过这些房子最后能卖给谁？拿广州来说，现在甲级写字楼的存量已经达到了831万平方米，听起来是个很大的数字，但到底有多大呢？我给大家算个账，按照一般写字楼30平米能安置6个工位来算，831万平方米能安置166万个白领。可问题是，现在广州的金融、科技、服务业加起来也没这么多人啊。再看住宅市场，中山那个首付 9.9 元的楼盘，开发商肯定是亏本在卖。可他为什么要亏本卖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不卖更亏。就好比你开了个水果摊，水果快烂了，与其让它烂在摊位上，还不如贱卖出去，好歹能收回点本钱。更吓人的是人口问题。2024年，中国的人口已经连续第3年下降了。不光是人口在减少，老龄化的速度也在加快。现在的年轻人买不起房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还在纠结要不要结婚生子呢。我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就明白了。
2023年，中国的结婚登记数量创下了历史新低，只有680万对。这是什么概念？10年前是1300多万对，10年时间，结婚的人少了一半还多。结婚的人都这么少了，那买房的需求从哪里来？所以9.9元首付买房，真不是开发商想玩什么营销噱头，而是被逼无奈。房子卖不动，地产商就只能想方设法降价，降价之后还是卖不动，就只能继续降价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最要命的是，这个趋势看起来还远没到头。华侨城这样的央企都扛不住了，那些中小房企的日子就更不好过。更糟的是，这种楼市寒冬已经开始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了。以前大家都说房住不炒，现在倒好，想炒的没钱炒，有钱的不敢炒。毕竟谁愿意把钱扔进一个不断贬值的资产里呢？就算你真想接盘，看到那些首付9.9元还没人买的房子，恐怕也得掂量掂量。讽刺的是，当年那些说房价永远不会跌的专家们，现在都销声匿迹了。倒是那些被嘲笑是杞人忧天的经济学家的预言，一个个都变成了现实。